我叫陈双，根据玉佩的提示，来这儿寻找死去救命恩人的血脉。好气派！我青云宗今日比武招亲，规矩只有一个，谁能打败我，摘下我的面纱，谁就是我青云宗的赘婿，日后可掌管青云宗。大小姐疯了吗？就算宗门规定女子不能掌权，也不能让个赘婿来当宗主啊，岂不是胡闹？你懂什么？听说老宗主身受重伤，命不久矣。莫宗又企图强娶大小姐来霸占青云宗，大小姐这是想赶紧找个男人结婚，断了莫宗的念想，好自己掌控青云宗。你们一起上！大小姐得罪了！哎，别急！大胆狂徒，快放开大小姐！你师承何门何派？报上名来。我就是后山种地一个农夫，来看个热闹，没修炼过。他是谁啊？在场没有一个能打的，既然都指望不上，选谁不是选？摘了我的面纱，就是我未来的夫君。来人，带姑爷去寝殿休息，准备大婚。既然玉佩感应恩人的血脉就在青云山，正好借着这个机会留下来慢慢找。当了驸马，以后岂不是不用上山砍柴，还有美人相伴？有这好事儿！一个废物也配跟我抢宗主之位？杀了你，再杀了柳浮云，宗主就是我的了。找死！父亲，女儿马上就要成亲了，只要有了他做掩护，女儿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代理宗门事务。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会保住青云宗。不好，我留在护送侍卫身上的护体罡气破了，有人要袭击姑爷。你不是普通农夫，你是武道9品巅峰，天下第一人的顶级高手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10年前，一伙贼人为了抢夺地盘，屠戮了整个小溪村，包括我的父母。孩子，我也是被这伙贼人追杀，一路逃亡至此。刚才救你，他们定然察觉到了我的存在，很快就会找来。这枚玉佩和功法送给你。恩人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等我长大找您报恩。好孩子，快逃！恩人，要不是您，我早就死了，哪还有现在名扬天下的我神？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您的血脉报恩，并查清到底是谁追杀的你，手刃凶手，为您报仇雪恨。刚才那是……受伤了没有？没有。没有你怕什么？跟我走。大小姐，这大晚上的，咱们还没拜堂呢，是不是进展太快了点儿？我还没准备好啊。闭嘴。
一个农夫有这样好的身体，恩人大仇未报，为了在青云宗待下去，我必须满足他的需求。你干什么？大小姐不是想洞房吗？我来服侍大小姐就好。无耻狂徒，我是想看看你有没有修炼的天赋。你胸无大志，只知美色，根本不配成为一个男人。难道全天下只有我神才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？武神，不错，他不但实力高居九品，世间武器样样精通，样貌更是风流倜傥，一袭白衣，宛如神君下凡。他所创独门功法精妙绝伦，可凝练内力，幻化各式兵器。凭此本事，一人能挡千军万马，纵横江湖，难逢敌手。可武神并不喜穿白衣。胡说！武神那样举世无双的男人，只有一袭白衣才配得上他的尊崇。你一个粗鄙农夫懂什么？若武神愿意娶我，青云宗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。武神配得上这世上最好的女子，我怎敢肖想？这玉佩怎么这么眼熟？大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习武。你若想服侍我洞房，可以凭实力打败墨宗的墨听风，我就准你洞房一次。大小姐，这洞房可不是开玩笑的事。我没有开玩笑。当初爹娘共同掌管青云宗之时，墨宗从不敢张扬，眼看着青云宗势弱，没了制衡他们的能力，他们为了抢占地别，连不能修炼的老弱妇孺都不放过。为了世界上千千万万普通百姓，我们青云宗绝不能倒下。好一个心怀大义的女子！哎呀，站不住了，手好酸。哎呦，我就是个普通农夫，大小姐您放过我吧。这么点时间都坚持不了，你个废物！大小姐，墨宗墨听风带人打上门了。什么？我来求娶你们大小姐，是给你们青云宗脸面。一群不知死活的蝼蚁，也敢拦我！死吧！住手！大小姐，还不快走！小心！我明明派了5到6品中阶的弟子去劫杀，竟失手了。看来这废物能活到现在，全靠浮云那丫头护着。墨宗少公主5到8品巅峰，年纪轻轻有此修为，确实是个奇才，只可惜太狂了。莫听风，谁给你的胆子在我青云宗撒野？哼！我再不来，老婆都要被人抢走了。刘福云，听说你招了个赘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是谁把消息放出去的？比武招亲闹得沸沸扬扬，宗门上下皆知，这怎么瞒得住啊？谁敢抢老子的女人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少宗主，就是此人，山野农夫陈双。就他一个连灵力波动都没有的废物。刘福云，你是不是忘了？等那老家伙一闭眼，青云宗就是这废物的了。他能护得住你，还是能护得住这破败的山门？不如乖乖从了我，把我伺候舒坦了，我或许还能留这山上一条狗命。莫听风，你欺人太甚！好
好，老子这就送你上路。既然少宗主真心求娶，不如就让他俩比试一场，以武定胜负，如何？刚好借着莫听风的手除掉陈霜，到时宗主之位就是我的了。哈哈哈，好。区一个8品，随便使点手段我都能赢。可若是我出手了，定然会暴露身份。不行，陈霜一介农民，从未修炼过，如何能和5到8品的莫听风比试？你存心想让他去送死？哎，这话怎么说的？可若莫听风大闹一场，伤的是我青云宗无辜弟子，难道大小姐要为了一个废物，让宗门弟子命丧黄泉？兄弟们等着，等我把柳夫人抢回去，我们一起享乐。我早就想领教一下这位青云宗大小姐的厉害了。你们无耻！当初宗主和宗主夫人收留我们，给我们资源修炼，给我们住所安家。现在青云宗有难，大小姐有难，我等绝不会袖手旁观。没错，想要迎娶大小姐，就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你们快退下！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要战，不要命了吗？别去送死了，就算你们人多，也照样打不过莫听风。莫听风，血战现场！别拦住我！危险，别去，你去了也打不过他。你放开我！你不能去。快，有机会！小陈，你们青云宗就这点实力了吗？我还当是什么龙潭虎穴，原来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全是一群不堪一击的废物。今日我莫某人屈尊来此，就办2件事儿。第一，带你们青云宗的大小姐回我莫宗，跟我洞房花凤，好好疼爱一番。这第二嘛，就是杀光你们所有青云宗的弟子，让这高高在上的青云宗彻底沦为我莫宗的天下。我身为武道第一人，本早已立誓不再插手这些宗门之间的世俗恩怨，可这莫宗竟与当年的屠村仇人一样，如此草菅人命。可是如果我现在暴露出手，当年那场惨案的真相就将永远被掩埋。陈霜，你作为咱们青云宗未来的宗主，眼看同门受难，怎么还像个缩头乌龟一样呆立着？你还不上吗？我来！别去，以你现在的修为，根本打不过他，过去就是送死。难道你要我像个懦夫一样，眼睁睁看着宗门弟子惨死在他的锤下不成？你贪生怕死，但我柳浮云做不到。莫听风，拿命来！以他的实力，这般冲上去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不行，就算萍水相逢，我也得暗中帮他一把。
傅云现在的体质，最多只能承受我1成的内力。这点内力虽不能让他越阶击败莫听风，但至少能护住心脉，保他性命无忧。娘子，这还没过门呢，就这么急着谋杀亲夫啊？你这脾气，本少主喜欢。各位，少宗主威武！早就听说这青云宗大小姐身段是一绝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名不虚传啊！大小姐，别遮遮掩掩的了，反正你早晚都是我们少宗主的人，让兄弟们先饱饱眼福，怎么了？大小姐，本少主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你若是现在乖乖放下剑，主动跟我回墨宗，还能少吃点苦头；若是不愿，本少主可就只能亲自动手，把你五花大绑的扛回去了。你做梦！这玉佩，这纹路，原来柳浮云竟然就是恩人的血脉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！一个只会点蛮力的废物农夫，也敢拦本少主的路！既然你急着投胎，本少主就成全你。你疯了！他可是武道8品巅峰，一锤子就能让你粉身碎骨。你是无辜的，不该死在这里。听我的，等会儿我拖住他，你趁乱赶紧往后山跑，跑得越远越好。你拿着，收好它。我陈双长这么大，曾发过誓，绝不会再让任何女人死在我面前。更何况，你现在是我的妻子。可你从未修炼过1天武道，你甚至连一把防身的武器都没有啊！对付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角色，根本不需要动用武器。陈双！不用武器，好一个狂妄的废物！我今天就让你用命来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武道！都睁大眼睛看好了，今日我陈双让你输得明明白白。这一招名为剑气化形，法向天地。那是内力化形，把内力凝结成实质实体，剑气化形，法向天地。这不是传说中消失了300年的武神绝学吗？他到底是谁？虚张声势，本少主可是武道8品巅峰！你一个只会在地里刨食的废物农夫，能奈我何？给我死！你刚才就是用这只手撕碎了他的衣袖。
化形，这可是传说中武神的绝技。辱人者，人恒辱之。这一剑是替我妻子还你的。此子竟然隐藏了这等恐怖的实力，若是让他活下去，此子绝不能留。让我当众丢尽颜面，我要你死无全尸！去死！小心！区区毒阵暗器也想暗杀我，看我用护体罡气震碎他！想躲，没那么容易。真有剧毒，他是冲着你来的，快躲开！恩人的女儿，果真重情重义。找死！武道向来讲求光明磊落，暗器下毒，如此阴险的手段，你不配修炼。我今日必要废了你！哟，这位小哥哥，火气别这么大嘛，打打杀杀的，多伤和气呀。我是莫收主的小妾红袖，特意来替他赔罪。只要哥哥肯放他一马，今晚我可以同时在床上侍奉你和柳小姐两人，保证让你们两个都纤纤欲死。下流，无耻！不用你赔罪，带着莫听风立刻给我滚出青云宗！哼！还不快抬上，走！陈爽、柳浮云，你们别得意，就算他一个人能打又如何？10日之后，我父亲出关，会亲率莫宗全宗之力前来屠山，到时候我要血洗整个青云宗。陈爽，你不是说你是个没习过武的农夫？刚才是怎么回事？还有刚才你使出的招数又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别被这小子骗了。刚才莫听风已经被我们几个师兄弟连番围攻，内力早就消耗了大半。他不过是乘人之危，随便用什么唬人的普通功法捡了个大便宜罢了。就凭你，还想探查我的底细？他是武道8品中阶，为什么一直压制自己的内力，伪装成武道7品中阶的实力？他有问题啊！不错，浮云，此子身上毫无内力变动，若他真是武道大能，怎会甘愿当一个邋遢农夫？是啊，刚才经过我青云宗弟子的围攻，莫听风定然受了不小的内伤，肯定是被他侥幸钻了空子。还是大长老和各位师兄慧眼如炬，我这人没别的本事，就是运气好。嘿嘿。正好借这个小弟子的口掩饰一下身份，要是暴露了，恩人的仇就难查了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老宗主休息的寝殿起火了，火势大的控制不住了。什么？我爹还在里面？
爹，你在哪儿？快救火！恩人，当年你为了救我葬身火海，今天我绝不会再让你的家人出事。陈双，你疯了！快回来！完了，爹死了，陈双也死了。没有借着莫听风的手杀掉他，他竟然还自己跑进去找死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好帅！我竟下意识觉得他是这世间顶天立地的好男儿。幸好还没断气。该死的陈双，又坏我好事！老宗主吸入大量浓烟，本该心脉俱损，竟然有一股奇特的力量护住了他的本源。寝殿为何会无故起火？大小姐，我们真的不知道啊，火势起得太突然了，像是被人刻意浇了火油，像是有人故意的。好一个火油！当初母亲就是被人泄露了行踪，才会被那群贼人追杀致死。如今父亲重伤昏迷，又险些葬身火海，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地陷害他们，肯定是同一伙人，还得是青云宗内的人，绝对有内鬼。给我查！就算掘地3尺，我也要把这个吃里扒外的内鬼揪出！脉象紊乱，气血逆流，是刚才和莫听风打斗时强行催动内力受了严重的内伤，他竟然一直强撑到现在。刘福云受了重伤，好机会，只要他中了我的毒，必死无疑。到时候青云宗就是我的了。放开我，我要亲自去查。该死，又让他躲过去了。查什么查？你不要命了？现在有另一件比查凶手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什么事能比查出杀害我父母的真凶还重要？自然是跟我双修。陈双，你个登徒子，快放我下来！宗门内鬼未除，你满脑子居然只想着男女之事，你无耻！别动！大长老明明是5到8品中阶，却一直刻意压抑内力，伪装成7品中阶的实力。这老狐狸绝对有问题，得让他先养好伤。现在最快的方法，就是用我最纯粹顶级的内力与他双修疗伤。你干什么？滚开！别碰我！大小姐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你之前可是亲口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凭实力打跑了莫听风，你就准我洞房一次。怎么，堂堂青云宗大小姐，未来的宗主夫人，想赖账？看来大小姐是想起来了。行，我说到做到，不就是洞房，谁怕谁？感受到内力的调动，伤势在修复了吗？别回头，专心。疼痛感瞬间消散，甚至连我停滞许久的5道瓶颈都有了松动的迹象。你不是想跟我洞房，你是在给我疗伤。
怎么，大小姐似乎很失望？若你真的想，我也不介意假戏真做。你无赖！竟然在短短几息之间能把我的身体恢复成这样，就连宗门最权威的医者都没有这样的能力。这是什么方法？我为何从未听说过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秘密，现在还不是暴露的时候。好了，你的内伤已经痊愈了。你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夫，你到底是谁？嗨，大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刚才用的可是我们村祖传的推拿之术，专治各种跌打损伤，没想到还真管用。真的？不相信？不相信，那就再让你试试看。这个陈双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坏我好事。大长老息怒，我们宗主已经传信，10日之后必定亲率墨宗精锐血洗青云山。好，到时我会暗中破坏青云宗的护宗大阵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是，那事成之后，柳浮云归你们少宗主，青云宗也归附于墨宗，但青云宗的宗主之位必须是我的。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练剑。怎么，看你这副架势，还想指导我练剑不成？陈双，你不过是运气好才打败了莫听风，一个没有修炼过的农夫，想要指点我这个武道7品中阶的人练剑，真不是我小瞧人。但这也……反正你假装重伤，不能在宗门内练剑，你假装我不在，正常修炼就行。左边太低了，下盘不稳，这套剑法重在灵动，你使得跟砍柴一样。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有本事你来！看好了，这身形，这剑意，怎么会和传闻中武神大人的剑法如此神似？记住感觉了吗？这就是破云剑法。我突破了！我竟然突破到武道7品宗师巅峰了！7品巅峰，再配合我教他的剑意，8品巅峰之下无人能敌。恩人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女儿也是天下无双的绝世天才。你到底是谁？普通的农夫怎么可能指点我突破瓶颈？你的身形，还有那日内力化形的样子，你是不是……难道被他看穿身份了？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暴露的时候，当年的真相还没查清。是不是什么？是不是发现自己已经深深爱上我，迫不及待想跟我回房生大胖小子了？呸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不好，莫听风在青云宗受了气，在青云宗山下烧杀抢掠，拿无辜的老百姓撒气。这个畜生！砸！给我狠狠的砸！把这里夷为平地！该死的青云宗，该死的陈双，让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出丑！我一定会杀了你们！哈哈哈哈哈！哟，
这穷乡僻壤还有这等姿色？柳浮云我抢不到，你我还抢不到不成？不要！我还怀着孕啊！求求你放过我吧！畜生，给我住手！不好！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你们！莫听风，你连手无寸铁的孕妇和老人都杀，你简直不配为人！来的正好，省得我去找你们了。人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弱者就是拿来踩的。上次是本少主大意了，今天既然是你们自己找上门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陈双，我要把你扒皮抽筋，还要当着你的面玩死柳浮云！找死！我堂堂8品巅峰，怕你一个7品废物不成？不自量力的贱人！这怎么可能？你的武道修为竟然突破了！不过那又如何？你只是区7品巅峰，本少主可是8品巅峰，1品之差犹如鸿沟。我看你能撑到几时？杀你，7品足矣。浮云，别怕，想想我教你的剑法，剑之极不在力，而在意，以柔克刚，以点破面。破云剑法第3式，剑破长空。贱人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少主，不可恋战。你别忘了，我们这次贸然攻打青云宗，本就损失惨重，宗主已经在气头上了。若是让他老人家知道你不仅没办成正事，还在外面惹是生非、胡作非为，你可是要受弑心之罚的。哼！今天算你们走运，我们走。站住！青云宗山下岂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？你屠戮无辜，今天必须把命留下。柳小姐，不要动怒嘛，经常生气可是要长皱纹的，而且硬拼下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。不如这样，3日后我们墨宗赢了，青云宗与墨宗从此归顺我们。若是你们青云宗赢了，我墨宗在此立誓，日后绝不再侵犯青云宗半寸土地，如何？洪秀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区一个青云宗，本少主现在就……少主息怒，青云宗如今青黄不接，这比武他们绝对打不过我们。若是能兵不血刃地逼他们当众投降，宗主定会大悦，对您另眼相看。可是陈双，只要是男人，我都有办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就依你所言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我就不信他还能逃出我的手掌心。如今青云宗确实处于弱势，若能通过比武换来宗门长久的安宁，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好，3日之后，青云主峰一决高下。现在你们给我滚出青云山！莫宗，我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现在我已经知道柳浮云就是恩人的血脉，现在只要我留在青云宗，暗中调查当年的真相，很快就能找到仇人。恩人，爹娘，你们看好了我一定会手刃仇人，报仇。陈双，你睡了吗？浮云，我一个人有些害怕，今晚我能留在你房里和你一起睡吗？大小姐这是准备来履行赌约了？那就进来吧，我的床很大，都够你后空翻的了。真没想到啊，平时冷若冰霜的柳大小姐，私底下竟然还有这么性感火辣的一面。怎么，你不喜欢吗？
喜欢，简直太喜欢了。陈双，看着我的眼睛，青云宗气数已尽，跟着柳浮云只有死路一条，归服于我们墨宗吧。只要你点头，荣华富贵、绝世美人，全都是你的。我答应。区低级媚术，也敢在我武神面前班门弄斧，滚！我当是谁大半夜的发骚，原来是你啊，红袖。大半夜跑到我房里来干什么？陈双哥哥何必生这么大气？良禽择木而栖，墨宗的实力你今天也见到了，比这破落的青云宗强了千百倍。柳浮云那个冷冰冰的木头能给你的，我都能给，还能给的更多更好。青云宗迟早要亡，你又何必陪着他们一起死呢？不如跟我回墨宗。陈双，刚才有打斗的声音，你怎么了？陈双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无耻下流！我真是瞎了眼才会相信你。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小哥哥，别走啊！敢算计我，等我回来再收拾你。浮云，你冷静点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别碰我！大敌当前，宗门危在旦夕，你竟然还有心思和墨宗的人，是我看错你了。你走，离开青云宗。那妖女精通媚术，她是伪装成你的声音骗我开门，想用媚术控制我归顺墨宗。媚术，伪装成我的声音，你真的没有？哼，怎么吃醋了？我陈双的眼光还没那么差，放着倾国倾城的未婚妻不要，去捡莫听风穿过的破鞋。谁吃醋了？你这登徒子，都什么时候了还胡说八道？那红袖人呢？是红袖，他跑了。既然今晚红袖回来策反我，就说明3天后的擂台比试，墨宗绝不会堂堂正正的打。这3天，他们必定会不择手段的搞暗杀和破坏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将计就计。怎么搞成这样？让你用媚术勾引陈双，离间他们的计划成功了没有？失败了。那小子内力极其古怪，不仅不受我媚术控制，还反将我打伤了。废物！亏你平时自吹媚术天下无双，连个种地的农夫都搞不定。少主息怒嘛，您听人家说完呀。柳浮云那种女人心高气傲，眼里最是揉不得沙子。撞见那种场面，她肯定会和陈双彻底闹掰。只要没有了陈双那个深藏不露的家伙帮忙，青云宗剩下那些残兵败将，在少主您面前还不是一堆随便踩的垃圾。报，少主，我们在青云宗山脚的探子刚刚传来飞鸽传书，昨夜陈双和柳浮云大吵了一架，陈双已经被柳浮云连夜赶下山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干得漂亮！本少主今天心情大好，走，陪本少主好好快活快活。哈哈哈哈哈！果然没看到陈双那个碍眼的家伙。看来探子的情报没错，他们真的决裂。
时辰已到，青云宗与墨宗擂台比试正式开始。修炼武道者当以实力说话，成王败寇。青云宗和墨宗各派3名参赛人员一一比试，进行车轮战，谁的选手能战到最后，谁便能获胜。墨宗先锋在此，青云宗的缩头乌龟们，谁敢上来领死？休得猖狂，我来战你！哈哈哈哈！柳浮云，这就是你们青云宗的实力，简直是不堪一击，连我手底下一个无名小卒都打不过。我今天可不是来陪你们玩过家家的，趁早跪下认输，或许还能留这些废物一条狗命。哎呦，少主，您可温柔点，别把我们未来的少主夫人吓哭了呢。大小姐，墨宗来势汹汹，士气大跌呀！接下来的第2局真的要输给墨宗了。这3天，我不眠不休地练习陈霜教给我的剑法，我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8品初阶。这第2回合的比试，我来。哟，瞧这身段，这细皮嫩肉的，柳大小姐竟然亲自上台送死了！小娘们儿，现在乖乖给老子跪下磕头投降，当着大家的面把这身衣服脱了，老子还能留你一具全尸。否则，这擂台之上生死不论，待会儿把你劈成2半，可别怪老子辣手摧花。废话少说，出招吧！大小姐，小心！浮云墨宗的功法虽然刚猛，但不再用眼睛去笨重，而是用心去感受手中长剑传来的力道。记住，清风过岗不留其形，不要去硬杠，以你的灵动去化解他的蛮力，仔细感受风的流动，在他力道用尽就未取心力未生的那一瞬，便是他丧命之时。啊！就是现在！
你输了。大小姐饶命！大小姐剑法通神，我认输，求大小姐大发慈悲，饶我一条狗命吧！滚回你们墨宗的阵营里去！莫听风，你们墨宗比武用毒，卑鄙小人！夫人，将计就计。没错，上次我是利用一点小小的旁门左道的功法打赢了莫听风，让他误以为我很厉害。这次我们假装吵架，那他便会觉得胜券在握，在3日后的比武现场竭尽全力的针对你一人，只要打垮了你，他们就能把青云宗收入囊中。所以3日剑法完完全交给你，除了墨宗宗主，整个墨宗你再无敌手。真的？更好，我可以借此机会偷偷在青云宗查案，查出当年的真相。事关青云宗的存亡，陈双，我想要你一句实话，你到底是谁？一介农夫为何会有内力？为何会懂剑法？等到宗门比武那天，你自会知晓。我这样真的对吗？明明我拥有天下无双的实力，却还要眼睁睁地看着恩人的血脉，自己的女人受这样的苦。今天是查案的最好机会，如果我不去，查案的事情会变得艰难，真相难以水落石出。暗器伤人，莫听风，你们墨宗竟然如此下作，在正大光明的比武擂台上，你们也配称作宗门大派？评评理，这擂台比武规矩里写了不能用暗器，不能用毒吗？所谓兵不厌诈，成王败寇，只要能赢，谁他妈在乎你用什么过程？大伙儿说是不是啊？不吃！大小姐，虽然墨宗此举确实有失风度，但此次比武的规矩确实只论生死胜负，并未明令禁止使用奇门偏方和暗器。况且大小姐既然还能站着，比试尚未结束，这擂台还得继续打下去。好一个没有明令禁止，好一个继续打下去。大长老，你到底是哪边的人？老夫帮理不帮亲，不过是一身正气，最看重公平正义罢了。看墨宗的架势，就算今天青云宗侥幸赢了，7日后也会被墨宗宗主带人踏平整个青云峰。这宗主之位若是到我手里，归顺了墨宗，还能避免这样的祸事，两全其美。大小姐，从前看在你是老宗主亲女的份上，我任你代理青云宗。可如今你为了自己的骨气，不愿臣服墨宗，这会害得青云宗多少人丧命，你知道吗？这死老头果然有问题。如果我此时离开，浮云能不能赢下比赛暂且不说，搞不好他还会命丧当场。大长老明显有私心，若是我就这样输了，让大长老代替青云宗出战，指不定他会不会退让。为了青云宗，我必须战胜余下2名对手。
二号，轮到你上场了。给本少主记住，别急着一下把他弄死。我要你好好的、慢慢的招待咱们未来的少主夫人。少主，您这招真是高明呢。方才1号用的可是天下奇毒苏骨散，这毒药的精妙之处可不仅仅在于封锁内力和麻痹肢体啊。只要中毒者沾染了这苏骨散，他的肉体感官会被无限放大，哪怕是隔着厚厚的衣服被拳头击中，那股毒素则感受到10倍的痛力。没错，那种感觉就像是无数只蚂蚁在骨髓里啃咬，想喊喊不出，想逃逃不掉。柳浮云，今天我就让你在青云宗所有人的面前跪下来求我放过你！哈哈。上次浮云对战莫霆锋的时候，我渡给了他1成的内力。经过这3天的修炼，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消化吸收这股内力，能帮他缓解不少疼痛。他应该能撑下去吧。云宗大小姐刚才不是还威风凛凛的拿剑指着别人吗？怎么现在连条丧家犬都不如了？为死者报仇固然重要，可活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。莫宗欺辱过浮云的人，要你们统统跪下给他磕头道歉！给我砸碎他的脑袋，把这贱人给我弄死！别怕，有我在。别动，让我看看。大长老根本不在意青云宗是否要归顺墨宗，他只是觊觎宗主的位置。陈双，你这么厉害，能不能帮我解毒？我还能战。浮云，你承受的已经够多了，好好休息吧。我来当青云宗最后一名挑战者。可是你不是想知道我的身份吗？
我这就告诉你。照顾好大小姐，接下来的事交给我。陈双，竟然是你这个该死的种地农夫！你不是被柳浮云赶下山了吗？你怎么会穿着青云宗的衣服？我陈双，便是青云宗今日出战的第3人。莫宗，每一个欺辱过青云宗的人，我都要你们付出代价。区区一个废物也敢口出狂言！2号，给我废了他，把他的四肢一寸一寸给我敲碎！他到底是谁？竟然这样轻松地接下了2号的全力一击！2号可是金鸡盘的武松之长，莫宗武林第2人啊！陈双，你到底是谁？我的手！老子杀了你！莫宗的走狗，就只有这点软绵绵的实力吗？连给我挠痒痒都不够。这是大小姐招的废物赘婿，不是说他是个农夫不会武功吗？到底什么情况？是啊，他到底是谁？武神，真的是我的武神下凡来救我了吗？游戏结束。内力，化形，武神，你是武神，饶命啊！内力化形，你是传说中的武神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也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莫听风，派出你们莫宗最后一人上来领死。普天之下，只有我神能将纯粹的内力提炼化形。你到底是谁？武神的身份一旦暴露，莫宗定然会偃旗息鼓，不再针对青云宗。可凭借我的观察，莫宗与青云宗仇恨颇深，或许当年恩人的死与莫宗有关，我不能打草惊蛇。林荫宗，就是那个隐世100年的宗门。哈哈哈哈哈！吓死本少主了，我还以为真见到了武神，原来只是个宗门弟子。林荫宗100年不谙世，你一个弟子违背宗门规定，搅和到我们莫宗和青云宗的宗门之战来，回了宗门也会被处死。
武松，给我上！让这个林荫宗的小子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。竟然是武松，曾在墨宗宗主全力攻击下，硬生生接下了10招而不败。看招！既然我冒用了林荫宗弟子的身份，就不能使出全力，否则掩饰身份就毫无意义了。哼，对付你，7成的内力足够了。陈双，你再敢动一下，我就立刻捏碎他的喉咙！陈双，不用管我，打赢他！为了青云宗，一定要赢！浮云，你们找死！给我去死！死吧，都死吧！只要柳浮云一死，陈双一死，这青云宗宗主之位就彻彻底底是我囊中之物了。什么狗屁林荫宗传人，到底还是个为了女人连命都不要的蠢货。今日就是青云宗的覆灭之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从体内散发出来的内力，竟然直接将我的武器毁了！陈双，我们赢了吗？赢了，青云宗赢了。墨宗不敬武道，毫无底线。比武台上下毒在先，挟持人质在后。莫听风，你妄为人！少主别怕，他这绝不是他自己的力量，这肯定是林荫宗那种燃烧寿命的禁术秘籍。只要内力比他深厚，就绝对能破了他的功法。少主，留得青山在，我们快走。陈双，你别得意，这笔账本少主记下了，你给我等着。7日之后，等我父亲墨宗宗主出关之日，便是本少主踏平你青云宗之时。你们收拾残局，我带浮云去疗伤。是。墨宗稳赢的局竟然输了，不行，宗主之位必须是我的，不能再出幺蛾子了，我必须想想别的办法。陈双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你醒了就好，我用内力帮你解毒疗伤，现在你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。陈双，今日多谢你了。今天白天，莫听风逃走前留下了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7日之后，等墨宗宗主出关，他们会大举进攻，踏平青云宗。这群无耻之徒，明明是我们赢了比武，他们竟然公然毁约。墨宗根本不讲一点江湖信用，跟那种人讲信用？他们在擂台上动用暗器，暗中下毒，还在台下挟持你伺机偷袭，以此要挟我。你觉得
这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，会恪守江湖诺言吗？你说的对，是我太天真了。墨宗宗主实力匹敌武松，这次闭关武道定然愈发精进，一旦出关，实力深不可测。我们当下最紧要之事，便是想好对策，撑过7日之后，化解青云宗这场灭顶之灾。看守父亲的暗卫传信，大长老刚才以探病为由，遣散了寝殿周围的所有人，独自进入了父亲的房间。老宗主有危险，快，我们走。老东西，你霸占宗主之位这么多年，你昏迷的这段时间，你女儿也霸占着宗主的位置，你们一家子是时候让贤了。等你死了，青云宗就是我的天下。大长老，对一个昏迷的老人下毒手，不太体面吧？陈双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就凭你也敢拦我？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能死在我真实的实力之下，你也算死得其所了。你给我去死！藏得挺深，可惜你的对手不是我。你个叛徒，给我受死！为什么我父亲视你为生死兄弟？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捅他一刀？浮云，收手吧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青云宗早就不是当年盛况了。为了我好，你是想踩着我父亲的尸体，做着宗门的主人？他的实力竟然比平时表现出来的还要强，他一直都在藏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青云宗早已不复当年。如今墨宗横扫四方，归顺墨宗是唯一的出路。有了墨宗的功法资源，青云宗只会更盛。墨宗行事残暴，所过之处白骨成堆。我们若跪下，青云山下受我们庇佑的数万百姓怎么办？他们会被墨宗当成修炼的奴胚。这种苟活，我柳浮云不屑，也绝不答应。你以为宗门内只有我是这样想的？诸位长老，你们……经过长老会商讨决定，现在开始，老夫正式代理宗主之位，不日便向墨宗臣服，获得庇护。长老们，你们也觉得我们该去给墨宗当走狗？大小姐，不是我们不忠，等老宗主去世，你撑不起青云宗，护不住我们。难道你想让我们在这里等死？墨宗已经下了最后通牒，若不臣服，他们便要屠灭墨宗元军。谁敢得罪墨宗？还请大小姐交出宗主令箭，老夫保你荣华富贵。否则，吵死了！既然你们觉得没人能挡住墨宗，那我把隐士宗门林荫宗的人喊来帮忙不就行了？那可是隐士的宗门，况且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弟子，在这吹什么牛皮脸？大小姐，敢不敢跟我赌过命？我若请来林荫宗大长老，便自废武功，如何？好，老夫就陪你赌。若是明日我们见不到林荫宗的人，老夫定亲自砍下你的头。哼！陈双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那是生死状。林荫宗宗主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你凭什么觉得你能叫来他？
凭面子啊，我这脸在那小宗主面前还是挺值钱的。去，叫那小丫头过来还人情。宗门事务让大长老代管，我出趟门。傅云，你别不信，当年我顺手救了凌云宗宗主一命，打那以后，他对我什么还说是死心塌地。青云宗确实落魄了，这些是宗门最后的家底，我带着他们亲自去凌云宗求援。傅云，你相信我，真不用去，他一会儿就来了。那是娘，刚才那一瞬间，我竟然还真相信了他的话，凌云宗主会为他而来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也是为了帮我，才和大长老做了那样的赌。放心，拜帖我已提前送达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一定会求来凌云宗宗主保住你的命。好久不见，大人。哎，你再早来一步，他就不用跑那么远了。什么？啊，没事。凌云宗羌敌参见武神大人。当年若非大人在极北之地出手相救，阿迪早已化作枯骨。大人的救命之恩，阿迪时刻不敢忘。说了多少次，叫我陈双就行。好的，陈双大人。大人此次召唤，听说是要帮助青云宗对抗墨宗。只要大人开口，莫说是一个墨宗，纵然是要阿迪平了这天下武林，阿迪也绝不皱一下眉头。平天下我哪还用得上你？现在我想隐藏身份查案，所以得借助你的力量来保护青云宗。大人一声令下，阿迪万死不辞。别死不死的，多晦气！大人这是担心我的生死？7日之后，墨宗会带人来攻打青云宗，我让你来就是商量到时候如何布防，务必保护青云宗上下不受伤害。大人的吩咐，羌敌自然照办。不过，当初羌敌说过，只要大人愿意，羌敌随时准备带着整个凌云宗当嫁妆嫁给您。这话现在已然作数。别开玩笑了，我已经娶了傅云，这辈子我也只会是她的夫君，绝不会再心系别的女人。大人还真是绝情。不好，傅云遇险了！你们到底是谁派来的？是墨宗还是大长老身边的走狗？说话！陈双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真傻，跑来送死。照顾好他，绝不能让他再受半点伤。几只蝼蚁也敢来欺负一个女人？来，我陪你们好好打。不能留活口，都给我杀！
弯刀的样式，是当年屠村的那帮他们杀了我的恩人。说，这把刀是哪儿来的？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？说，当年是谁指使你们杀了浮云的母亲？不说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是，竟然是岩缝里藏了毒的死士。羌笛，动用你所有情报网去给我查，挖地3尺也要查出这帮杀手的身份。遵命。我离当年杀害恩人、屠了我满村的真相只有一步之遥了。陈双，你在做什么？别乱动，你受了重伤，我给你配了药浴，不脱衣沐浴，药效怎么进得去？那你帮帮我。你体内伤势过重，补药里加了一副药，会让你比较难受，忍一忍，很快就会过去了。帮我。大小姐，10日之期眼看就要到了。陈双当初信誓旦旦说能喊来林荫宗宗主，人呢？莫非你真要我们青云宗满门惨死？陈双，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吗？喊不来林荫宗的人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！我看谁敢动他！今天谁想杀他，就先从我柳浮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报！林荫宗宗主驾到！林荫宗主，您是收到了我派人加急送去的拜帖才来的吗？这是我青云宗的一点心意。哼，大小姐，你未免太自作多情了。林荫宗主何等尊贵，岂会看上你这点破铜烂铁？林荫宗主，是不是这个废物惹恼了您？废物？你说谁？您定是听闻了陈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在外面大放厥词，说能使唤您，所以特地来找他算账的吧？您放心，不用脏了您的手，我现在就宰了这废物给您出气。聒噪！宗主，您这是……你也配说他的坏话？我今日来就是为了陈双。我是来给他做妾的。做妾给这个废物？你再叫他一句废物试试！当年陈双大人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无以为报，唯有以身相许。但我绝不能委屈了大人，所以我决定带着林荫宗全宗入赘大人门下。林荫宗内门弟子拜见大人。陈双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？浮云，你听我解释，他开玩笑的，这丫头就爱闹着玩。事情我回去跟你解释，正事要紧，正事要紧。大长老，现在林荫宗有绝对的实力抗衡墨宗，你跟我的赌约是不是该兑现了？把宗门大权还给浮云。既然危机已解，这大权理应归还大小姐。就是，把宗门的代理之位还给大小姐。不，这代理宗主一职我不需要，因为真正的主持大局之人已经醒了。
老头子体内的毒清的差不多了，脉象有了苏醒的迹象。嘘，先别声张。老宗主的病来得蹊跷，若是让下毒之人知道了他即将痊愈，指不定还会做出什么事来。我们先将计就计。你为了夺权，竟在我的安神汤里下毒，甚至勾结墨宗出卖同门。今日起，我以青云宗第18代宗主的名义，将你逐出门，废除修为。哈哈哈哈！逐出宗门，废除，凭什么？按照我的计划，你这个老不死早就该下地狱了，柳浮云也该在山下被乱刀砍死。青云宗本该是我的，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这个半路杀出来的废物。一切都变了，我杀了你！陈霜，小心！陈霜，小心！那是大长老的杀招，化骨黑煞掌！完了！只要中了大长老这一招，就算是武道神仙也得散去半数修为。陈霜他只是一个灵音宗的普通弟子，这结结实实挨上一掌，一定会心脉尽碎，当场毙命的，他会死的。陈霜，区区一个武道8品中阶的蝼蚁，竟然妄想偷袭当世第一人的绝世武神。真是不自量力！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硬砍我10乘10的杀招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吾乃大陆武神，天下无双，陈霜。吾乃大陆武神，天下无双，陈霜。他竟然是武神！原来是这样，原来陈霜真的是武神，那这一切就都说得通。大人，您让我调查的事情有结果了。昨日在山下竹林刺杀柳小姐的那些死士，正是大长老暗中豢养的杀手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查到了一件陈年旧案。多年前，是大长老暗中泄露了宗主夫人白香云的行踪。只要你抛弃青云宗，乖乖跟本座回去，我保你不死。好。我呸！一个心脏痛了的败类，还想让我跟你走？你做梦！杀了他！联合墨宗宗主，杀害了白夫人。什么？是他害死了浮云的母亲！你说什么？我娘，是我娘。10年前，小溪村惨遭灭门，我父母皆被墨宗的贼人所害。是白香云前辈在逃亡途中舍命将我从屠刀下救出，这半截玉佩便是他临终前留给我的信物。他为了保护我，被仇人一剑穿心，吐血身亡。这是湘云的贴身之物。要不是恩人当年舍命相救，也不会有现在天下无双的我神。往后余生，我会用一辈子来偿还这份恩情。
老狗，你害我母亲，毒我父亲，毁我宗门，我要将你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！不，别杀我！我是青云宗的大长老，你不能杀我！你不能杀我！墨宗终于来了！陈双、柳浮云，墨宗宗主可是真正的武道9品高手，这次出关，他的实力更是堪比武神。你们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还能宗主之为你们求情，饶你们一条狗命！去地狱里，向所有被你杀害的无辜生命谢罪吧。就算你们今天杀了我又如何？今日你们所有人都要给我陪葬，整个青云宗都给我陪葬！浮云，大敌当前，墨宗既然倾巢而出，必然是要斩草除根。立刻召集所有青云宗还能战斗的弟子，随我迎敌。就算战至最后一人，也绝不能让墨宗这群贼人玷污我青云山。浮云，老宗主，你们是不是忘了，有我在，还轮不到你们去拼命。这天下还没有我陈双不敢杀的人。你是武神，是世间守护正义的化身，天道赐予你无双的武力，你便不能沾染太多凡间的事，否则会被天道反噬。你已经帮我们找来了林荫宗帮助，青云宗的仇就让我们自己报吧。好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林荫宗弟子何在？所有人保护青云宗，万死不辞！众弟子听令，今日我们与宗门共存亡！爹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林荫宗的小弟子，不仅打伤了我，还当众羞辱我！你一定要把他扒皮抽筋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区一个上门女婿，也敢伤我墨宗的少主！今日本座就踏平你青云宗，男的全部杀光，女的带回去做修炼炉鼎。所有弟子听令，随我杀！誓死守卫青云宗！誓死守卫青云宗！奇怪，大长老那个老东西明明传信说今日会里应外合，怎么此刻完全感知不到他的气息？再找他，这个叛徒已经被我们杀了。一个废物，死了就死了。那是隐世宗门林荫宗的宗主羌敌，他竟然也在这里。这女人的实力深不可测，据说早已踏入武道9品初期。本座此次出关已达武道9品中期，只差一步就能比肩武神，拿下青云宗绝技不在话下。可如果一并能拿下隐世宗门林荫宗，那本座便是天下最尊崇之人了。柳浮云，本座念在你是我儿看上的女人，今日给你们青云宗一条生路。莫老贼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贱人，我爹这是大发慈悲，只要你答应我们的条件，青云宗就能活命。本座的要求很简单，把你身边那个叫陈双的赘婿交出来，
任由我儿听风处置。本座的要求很简单：第一，把你身边那个叫陈霜的赘婿交出来，任由我儿听风处置；第二，林荫宗也归附于我墨宗；第三，随我回墨宗，嫁给我儿听风为妻。只要你乖乖照做，本座即刻退兵，绝不伤你青云宗一草一草。痴心妄想！我青云宗，就算战至最后一人，也绝不卖女求荣。胆敢口出狂言，还想要我林荫宗交出我的夫君，还要我嫁给这个无耻之徒，做梦！不愧是恩人的女儿。你们墨宗这些年来为了抢占地盘，烧杀抢掠，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，所过之处白骨累累。我青云宗乃名门正派，就算今日粉身碎骨，也绝不向你们这群毫无人性的畜生臣服。好一个绝不臣服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既然你一心求死，本座今日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荡平青云宗，连带着青云宗一起灰飞烟灭！无语！区区5到7品，让本座欺负一个晚辈算什么本事？我来会会你。我来助你。不错，能接本座几招，你们也算死得其所了。不过，在彻底送你们上路之前，本座突然想起，今日还给柳大小姐带来了一份厚礼。柳大小姐，这可是我们宗主珍藏了10几年的宝贝，特意让奴家带来送给您呢。您可千万别辜负了宗主的一番心意呀！湘云，我的湘云啊！夫云，醒醒，先把恩人的遗体带回去。现在绝不是你倒下伤心的时候。青云宗数百条人命还需要你，老宗主也只能靠你撑着了。痛快，真是痛快！白香云啊，白香云，你自诩清高，生前不肯多看本座一眼，可结果呢？死后的这10几年，你的这颗美丽头颅还不是日日夜夜寸步不离地陪在本座身边？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母亲一生与人为善，到底哪里得罪了你这个疯子？得罪他最大的错就是瞎了眼。当年本座乃是修真界万中无一的绝世天才，前途无量。我那么爱慕他，为了他，我甚至愿意放下身段。可他呢？他竟然宁肯嫁给这个平庸的废物老东西，也不肯跟本座结为道侣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论修为，论地位，论手段，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他？既然他活着不肯选我，
那我就让他死后永远只能看着我。从他们结婚那天起，本座就发誓，一定要毁了青云宗，毁了你们这对狗男女。10几年前，多亏了徐长老暗中向我泄露了白香云的行踪，本座才能亲自带人去截杀他。那天，本座给了他选择的机会，只要你抛弃青云宗，乖乖跟本座回去，我保你不死。我呸！一个心脏透了的败类，还想让我跟你走，你做梦！杀了他！既然他不愿意把心交给我，那本座就只能亲手割下他的头颅，作为永远的纪念了。畜生！你还我妻子命来！我要杀了你！不要！一个重伤未愈的老废物，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，找死！爹，你怎么样？哭吧，尽情的哭吧！马上，本座就送你们一家3口在阴曹地府团聚。来人，给我杀，一个不留！我看谁敢！这是内力化形，这是武神的绝学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青云宗不可能有你这样的怪物！装模作样，这不过是虚张声势的障眼法，不知死活！爹，别被他唬住了，快活捉了他！我要当着他的面把柳福玉那个小贱人玩死！好痛！姐，救我！救我啊！爹！小畜生，竟敢伤我儿！本座今日定要将你挫骨扬灰！这不可能！难道你是那个传说中天下无双的大陆武神？还算你有点脑子。怎么会这样？不，我还不能死！我墨宗100年基业，我不能死在这里！武神大人饶命！柳大小姐开恩啊，放过我们父子这条贱命，世代给您当牛做马。我是畜生，我是个混蛋，求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，饶我们一命吧！现在求饶，晚了！娘，女儿给你报仇了！恩人，我替您护住他了，您的仇报了。哎呀，原来大荒我神竟是这般俊俏的郎君。那墨宗宗主是个老粗，奴家以前也是被逼无奈。只要武神大人不弃，奴家愿做您身边的一个洗脚小妾，日夜伺候。滚！再敢靠近我夫君半步，墨宗宗主就是你的下场。区区残花败柳，也配消亡武神大人？趁本宗主还没改变主意，立刻滚出青云峰！陈爽，不，我神大人，今日多亏了你。老夫替整个青云宗谢谢你。当初是恩人救了我一命，这是我该做的。我会用一生去爱护恩人的女儿。浮云，我们完婚吧，嫁给我。好。大人，那我呢？你回你的凌音宗，继续做你的逍遥宗主。我这辈子只会娶浮云一个女人。陈霜，你瞒得我好苦，堂堂武神竟然屡次被我嫌弃为废物。为了调查当年的真相，我必须隐藏身份。浮云，我不是有意瞒你，我是为了报仇。我懂，我都懂。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好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